别再把带宽和网速混为一谈了，90%的人都搞错了这两个概念。今天1分钟让你彻底明白理解带宽和网速的区别。首先要从带宽的本质说起，带宽可以理解为传输数据的管道粗细，它代表网络线路在单位时间内能够传输的最大数据量，就像水管越粗，每秒能通过的水量上限越高。但带宽只是能力的上限，不是实际传输速度。即使水管很粗，如果水龙头只开一点或中间有堵塞，实际流出的水量仍会低于管道的最大容量。带宽通常用每秒传输的比特数 bps 衡量，比如100兆比特每秒宽带，指这条线路每秒最多能传输1亿比特的数据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需要明确带宽的单位。带宽常用单位是 Mbps 兆比特每秒，而下载速度常用兆每秒、兆字节每秒，两者换算关系为1兆每秒等于8兆比特每秒。比如运营商宣传的100兆比特每秒宽带，理论最大下载速度是100除以8等于12.5兆每秒。很多人混淆这两个单位，以为100兆比特每秒就是100兆每秒，其实就像500毫升水不等于500克，虽密度接近，但本质是体积与质量的区别。单位不同，不能直接等同。理解了带宽的概念后，我们再来看看网速的定义。网速指实际传输数据的速度，即单位时间内真正收到或发送的数据量。比如下载文件时每秒拿到的兆字节数就是网速。它像水管里实际流出的水量，受多种因素影响，水龙头开度、管道堵塞、水源压力等。网速是实时变化的，而带宽是固定的上限。你家水管粗细不变，但不同时间打开水龙头，流出的水量可能不一样。进一步来说，带宽与网速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：带宽是网速的上限，网速是带宽的实际使用值。就像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每小时，但实际车速可能只有80公里每小时，因路上有其他车辆或天气不好。带宽决定最快网速，但实际网速永远不会超过带宽，且通常低于它。比如100兆比特每秒带宽，下载速度最快接近12.5兆每秒，但若服务器带宽仅10兆比特每秒，你最多只能达到1.25兆每秒。即使带宽很高，网速也可能很慢，这是因为网速受多种因素影响，比如服务器响应速度。你跑得再快，带宽高，商店人多，服务器负载大，仍需排队。网络拥堵也会影响，高峰期很多人用网络，像上下班马路堵车，设备性能也关键，路由器老旧，像管道中间有狭窄接头，限制水流速度。此外，线路干扰、距离服务器远等都会降低实际网速。掌握下载速度的计算方法，能帮你更好地判断网络状况。下载速度显示5兆每秒时，对应的带宽是5乘8等于40兆比特每秒。反过来，100兆比特每秒带宽的理论最大下载速度是100除以8等于12.5兆每秒。这个换算关系能帮你判断网速是否达标。若测速显示10兆每秒，对应带宽80兆比特每秒，接近100兆比特每秒上限，说明网络状况不错。记住，比特 bps 转字节 b 除以 s 要除以8，因一字节等于8比特，这是数据传输的基本单位换算规则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家庭宽带是不对称的。下行带宽下载速度上限远高于上行带宽上传速度上限。比如100兆比特每秒宽带，下行100兆比特每秒，上行可能仅10兆比特每秒。这像家里水管进水口粗，出水口细，大多数用户下载需求多，看视频下文件，上传需求少，发邮件传照片。但若经常上传大文件，如剪辑视频传云端，需选上行带宽高的套餐，避免上传速度太慢。纠正一个常见误区，很多人认为带宽等于网速，这是错误的。比如买100兆比特每秒宽带，不代表每次下载都是12.5兆每秒。实际网速受服务器、网络拥堵、设备等影响，就像买最高时速200公里的车，不代表每次开车都能跑200公里。路上有红绿灯，其他车辆或天气不好。带宽是潜力，网速是实际发挥的能力，两者不能划等号。关于运营商的带宽标注需要明确的是，运营商宣传的100兆比特每秒宽带指下行带宽的理论最大值，且是理想条件下的，无其他设备占用服务器响应快，线路无干扰等。实际使用中网速会波动，比如有时10兆每秒，有时8兆每秒，这都正常。只要波动范围合理，如100兆比特每秒宽带网速在8到12兆每秒之间，就说明带宽达标。运营商不会承诺平均速度，仅保证理论最大值。最后给大家一些带宽选择建议。选带宽要根据实际需求，以2个人浏览网页、看视频，50兆比特每秒足够。经常下载大文件、玩在线游戏或3、4人同时使用看视频、上网课、玩游戏，需100兆比特每秒或更高。就像家里人多、做饭多，得选大锅，不然不够用。若经常上传文件，要注意上行带宽，有些套餐上行仅10兆比特每秒，传大文件会很慢，需选上行高的套餐，如30兆比特每秒或50兆比特每秒上行。
以上就是今天关于什么是带宽，它和网速到底有什么区别。